你有没有数过一天之内会遇到几个手游广告呢？在按下略过广告之前，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很怀疑这个广告真的能吸引到人吗？为什么要一直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手游广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杀了一个广告，还有千万的广告。游戏广告很洗脑的现象，并不是最近的新闻哦。早在13年前，就有一支让人印象深刻的杀很大。以前的广告可能多半会出现在电视、捷运、公车上，但这几年哦，广告开始入侵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小细节，特别是手游广告，几乎像小病毒一样无所不在。只要打开手机，不管是看个影片啊，或者是滑个限时动态，手游广告都会突然跳出来。有的时候想要关掉，还不一定找得到关闭的按钮在哪。按错了还会被导到其他地方，让人觉得超级烦躁。但是广告打那么凶，成本一定很可观啊，所以我们很好奇哦，到底这些广告真的有成效吗？为什么这些广告要这样呈现？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广告，又可以怎么做呢？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平常有在关注 VTuber， 喜欢跟他们聊天互动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3位多才多艺、拥有不同特色和魅力的 VTuber。香香 The Box 是台湾新成立的 VTuber 社团，希望能够透过推广，让更多人了解 V 圈文化。而最近呢，他们旗下的3位艺人也要首次开直播跟大家见面了，分别是森森铃兰，一只来自山谷、喜欢唱歌的狼，个性锵锵的十分可爱，以及玛格丽特，一只气质的北极狐。身为大小姐的她呢，平时喜欢自己动手做甜点。最后还有柴崎风音是一只会画画的柴犬，而且喜欢陪大家一起吃早餐。还想认识他们更多吗？快点连结订阅他们的频道，在9月11日、9月17日跟9月24日的晚上8点一起收看直播吧。那首先我们盘点了几种目前最常见的手游广告类型哦。第一种是示范失败类，这种广告的游戏设计通常都蛮简单的，可能是要移动一根铁栓让岩浆可以流出，或是呢必须在几个点之间画出一条不会交叉的线。在广告里面的玩家会示范玩法，而且一定会失败。通常这个广告还会打上 95% 的人都无法破关的字幕，用激将法来吸引观众下载。而第二类呢是8点档情境剧，比如说前几年很经典的这个珍妮佛罗培兹，又或者是有新娘在婚礼上面发现新郎出轨了，这种类型的剧情啊、表演或台词，如果不是很无厘头，就是特别的浮夸洒狗血，想要借此吸引观众的注意。而第3种类型呢，属于狂送猛送类，例如呢一起瓜分10亿钻石吧，或是呢这个开局就送 VIP， 它的台词呢常常会出现大促销啊，或是不断送之类的台词，但游戏实际的特色跟玩法反而不太清楚。而第4类型呢，之前啾啾鞋有做过影片讨论哦，就是根本假广告。比如说呢，从广告的画面中呢，看起来是一款关于逃脱的解谜游戏，结果真的下载之后，就发现游戏根本不是这样玩哦。有的假广告呢，甚至会拿别的游戏画面来当素材。而另外呢，还有很多会找知名实况主业配直接玩给你看。那这些广告分开来看的话呢，有的其实还蛮有趣的，但是当某一个游戏的广告不断的大量出现的时候，难免就会让人觉得烦躁。尤其点开 YouTube 之前，可能要先滑2个30秒的广告，滑了3、4则 IG 贴文，又会撞上一个广告。到底为什么手游广告会那么多啊？要谈手游广告呢，我们就势必要来看看这些广告背后的手游市场。根据研究调查机构 Data.ai 统计哦，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光是在2021年的这一年内，全球的手游下载数量就达到了830亿次之多，其中有174款手游，每年的营收额呢高达了1亿美元。这个数字呢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好莱坞强档电影的票房。而且从 Google Play 啊还有 App Store 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到2022年的这段期间，手游的下载量又提高了 20%， 代表这波游戏浪潮还在持续的扩大，没有停下来的趋势。Google Play 就乐观的预测，到了2023年，全球的游戏产值可能会达到2046亿美元，其中手游的比例大概可以占到70%。从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手游的市场才开始快速的发展。那虽然目前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是比起电脑啊或是电视游戏，手机真的太方便了，每一个人都有，而且走到哪都能玩，所以手游的成长率短短几年就超过了主机游戏。那也有人观察到手游跟主机游戏这2种游戏市场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手游追求简单好上手，因为手机的界面没有办法操作太复杂的功能，所以在游戏的设计上，手游会相对简单，更适合入门的跟初学者。第二个是手游的生命周期特别的短，很多人玩手游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所以跟主机游戏相比起来，玩家对一款手游的忠诚度通常会比较低，而且因为玩法简单，所以更容易会去想要尝试新的游戏。如果去看每个月手
手游的排行榜，会发现这个月下载量最大的前10名手游，到了下个月可能已经换过一轮了。这反映出的是一个不断制造也不断淘汰，像是快时尚一样的快手游产业。在了解了手游市场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手游广告大轰炸的这个问题上面。手游的生命周期特别的短暂，可能只有1个月不到的时间，所以在广告的策略上面，一款游戏正式上市之前的事前预热就变得很重要。对厂商来说，如果一款即将要推出的游戏能够在第一天就引爆话题，吸引到一定数量的玩家，那它后面也比较有机会可以持续下去。那如果想要吸引到大量的玩家，势必会需要超高的这个散播率，最好打到各式各样不同兴趣跟年龄层的客群。这个时候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以一种铺天盖地无差别的方式去轰炸广告。除了线上广告，还有线下活动 KOL 代言，通通都要一起进行，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大量散播的目的。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在这段时间内某一款手游广告特别的多，一直重复，一直洗脑，但是过几个礼拜甚至几天之后，这个广告又突然消失了，换成另外一波的广告攻势席卷而来。除了广告超多之外，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跟内容不符的假广告呢？这算不算是一种广告不实啊？就像刚刚说到的，为了在快手游市场的趋势下抢了注意，广告商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吸引到足够数量的下载量才行。那最简单的策略就是多多撒、疯狂撒，甚至随便撒、乱枪打鸟的撒。根据2021台湾游戏产业分析与行销洞察指出，台湾的游戏市场因为长期以来都受到了日本、美国、韩国、中国等等不同文化的影响，所以台湾的游戏玩家喜欢的类型非常广泛，可能某部分的人特别喜欢玩休闲益智的游戏，另外一些人喜欢玩射击啊或赛车或者是养成游戏等等。那为了吸引到喜欢不同游戏类型的玩家，广告商在制作广告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把同一款游戏包装成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外貌。那对厂商来说，虽然我的游戏是养成游戏哦，如果广告老老实实做养成的，吸引到的玩家可能就是喜欢养成游戏的人而已。但如果广告有养成、有益智、有冒险，那这些玩家呢就都有可能被骗去下载，毕竟有下载就有机会嘛。像是啾啾鞋呢，他就有说过，他看广告的时候就预期那可能是假广告，但好奇去下载之后发现果然是假的，但因为玩起来还蛮喜欢的所以最后甚至还有小小的氪金。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可能见仁见智哦。对于讨厌这些广告，或者是完全没有在玩游戏的人来说，效果一定不大。但从厂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投放策略应该还是蛮有效的。比如说像是刚刚啾啾写的例子，虽然他被广告弄得很烦哦，甚至知道可能宣传不实，但只要有一点的兴趣，就会跑去下载。完了之后呢，又觉得不错，那可能呢就会留下来玩，还会氪金。那以《时空旅人》这款游戏为例哦，它在初期就至少打了3种不同类型的广告，有穿着膝上袜的这个长腿美女包装，还有呢2D 像素风格的城堡场景，还有3D 奇幻动画风格的画面。这3个画面呢跟实际上面的游戏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这样子多广告旗下的1个月之后，时空旅人确实登上了 Google Play 游戏营收榜的第15名。不过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也有注意到一些有趣的数据哦，像是数据公司 iPost 呢就曾经公布过一个2018年统计，这个统计发现YouTube 上面的影片广告只有 20% 能够被完全的看完，脸书上面的广告则有 78% 根本就没有被停留超过3秒钟。那这些没有被看完的广告，通常也比较难转化成实际的导购啊，或者是下载数。而有些企业呢，已经有开始意识到无差别轰炸的广告效果，不但容易让观众反感，也有可能会浪费自己的广告预算。那相反的，如果广告可以做得更精致，或是让对的观众遇到对的广告的话呢，对大家来说好像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走向。所以在未来呢，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不凡的优质手游广告出现吧。在做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看到手游广告的时候，除了烦躁以外，更多的感觉是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原本要看的东西突然被打断，突然被干扰，然后看到的广告又一直都是同几款游戏，真的很容易感觉被疲劳轰炸。不过如果从商业机制来理解看到它背后是怎么运作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有点有趣哦。虽然还是会烦但开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改变这个现象，又或者呢是能够慢慢想到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厂商要的可能就是下载啊、氪金或是 App Store的正面评价。那如果你真的对某个游戏稍微不爽，或许最合理的方法呢，可能就是要各种抵制到能够让厂商们觉得痛。当他们发现这样做没有效或是弊大于利的时候，自然就会换个方式。那虽然我们自己平常也会觉得这些广告很烦但作为一个 YouTube 创作者来说，其实我们多少还是会有点感谢这些手游厂商啦，因为他们愿意在这里大手笔的撒钱。很多创作者呢也能够稍微的雨露均沾拿到一些广告分润，继续产出观众喜欢看的影片。但这种又爱又恨又复杂的感觉
觉，我们在这里分享给各位观众。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想问遇到那些你觉得很烦的广告，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A. 二话不说，直接按下跳过，顺便骂给2句 ；B. 跑去 App Store 留一星让厂商知道这样做很讨厌 ；C. 虽然觉得很烦但身体还是不争气的跑去下载了，可恶啊！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手游广告都要疲劳轰炸。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亚马逊电商广告以及雪莉广告配音员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智己西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